上集讲到，曹操率军征伐刘备，刘备战败后只身前往平原国，投靠了袁绍，而关羽则被曹操给活捉了。曹操为了感化他，任命他为偏将军，并且赠送给他马匹和衣袍，以及大量的金银财宝。在这期间，田丰建议袁绍趁机攻打曹操的后方，但袁绍却以小儿子生病为由拒绝了。等曹操打败刘备，率军返回官渡的时候，袁绍却准备调集精兵去攻打曹操，官渡之战正式拉开了序幕。本期视频，我们就一起走进官渡之战爆发，激战颜良、诛文丑。199年6月，袁绍集结了精锐步兵10万，骑兵万余，企图南下进攻许都，一举攻灭曹操。可沮授和田丰却提出了反对意见，他们认为此时战局已变，不是攻打曹操的最佳时机。而且近年来由于讨伐公孙瓒，使百姓疲惫穷困，仓库也没有积余。此时应该派使者向天子进献俘虏和战利品，致力于农耕，使人马得到休整。如果曹操出兵阻止，我们就以曹操阻隔天子为名，出兵黎阳，逐步经营黄河以南的地区，然后多造船只，整修器械，派遣旌旗袭扰曹操的边境，使其不得安宁。如此作为，不出3年就可以使曹军疲惫，一举便可将其击灭。然而郭图却反对说，袁公兵强马壮，消灭曹操易如反掌，如果现在不灭，以后再想图谋就更加困难了。最终袁绍采纳了郭图和沈佩的意见，并且以扰乱军心为由，将田丰给关押了起来。沮授回家后，召集宗族成员分割财产，郁闷地对他们说，此战如果胜利，对袁绍的威望没有任何增加，而一旦失败，将自身难保，真是悲哀呀。这时郭图等人对袁绍说，沮授监管内外，威震3军，如果让他逐渐强盛，恐怕以后不好控制。于是袁绍便将沮授的监军权力一分为3，分别授予沮授、郭图以及淳于琼。200年2月，袁绍任命沈佩和庞纪主持军事，田丰和荀臣以及许攸充当谋士，颜良和文丑担任将帅，立即率军南下，进驻黎阳，即今天河南省浚县东。之后他亲率主力驻守黎阳，派颜良和淳于琼以及郭图率军前往白马，即今天河南省滑县。驻守白马的是东郡太守刘延，他自知抵抗不住，立即向曹操求援。得知袁绍的大军出发后，许都大为震动，曹操的属下对于是否与袁绍决战意见不一。以孔融为代表的名士反对与袁绍决战，理由是袁绍地广兵强，有田丰和许攸等谋臣，沈佩和庞纪等忠臣，以及颜良和文丑等勇将，一旦开战，恐怕很难取胜。曹操便安慰众人说道，原本出此人，志大而志小，色厉而胆薄，计克而少威。他虽然兵多，但谋划不明，将骄而众令不一，粮草虽足，可内都是为我而准备的。随后徐彧说道，袁绍虽然兵多，但法令不严，田丰刚愎，但好犯上，许攸贪婪而不检数，沈佩专权而无谋，庞纪果决而刚愎自用，至于颜良和文丑，不过是匹夫之勇罢了，可以一战而擒。曹操听后更加坚定了迎战袁绍的信心。可此时袁绍的兵力大概是12万左右，号称70万，而曹操的兵力却只有3-4万人，而且颜良等人已经开始围攻白马了。4月，曹操亲自率兵北上迎战袁绍。由于他的兵力太少，荀攸便建议他只能智取，不能硬拼，只要想办法让袁绍分兵，便可取胜。曹操采纳了荀攸的建议，率军佯装攻打延津。延津是古黄河渡口，位于白马的上游，他要做出从延津渡河袭击袁军后方的姿态，诱使袁绍分兵。袁绍没看出来曹操的计谋，果然开始分兵。他让正在攻打白马的郭图和淳于琼率军向西去守住延津渡口。沮授不同意让颜良独守白马，理由是颜良虽然骁勇，但性格急促而狭小，不能让他独自担任大将，但袁绍并不听从。郭图和淳于琼率军奔赴延津，而曹操见袁绍分兵后，却立即转向，率领轻骑直奔白马而来。在距离白马10余里的时候，颜良在震惊之余，只能率军仓促迎战。曹操派张辽和关羽为先锋，冲在前面，
他自己则亲率大军殿后。关羽远远就看见了颜良所乘的戎车，大军激战之时，他策马狂奔，冲到了颜良的身边，将其斩杀。主将死后，援军顿时乱作一团，大败而归。至此，白马之围被解。之后，曹操带着白马的所有辎重，沿着黄河向西行军，准备前往延津，抵抗郭图和淳于琼。然而，袁绍得知颜良被斩后，非常气愤，立即率领大军来到延津渡口的北岸，准备率领全军渡河，一举消灭曹操。这时，沮授劝阻他说：“战场局势风云变幻，全军渡河万一失利，便有全军覆没的风险。不如让大军屯留延津，然后分兵进攻官渡。如果能够取胜，再行增兵渡河不迟。万一失利，兵众也可以安全的撤离。”可袁绍根本听不进去，仍然一意孤行。沮授见劝阻不住袁绍，就称病不前，这让袁绍非常的憎恨。他将沮授的军队再分一部分交给郭图统领，之后便全军开始渡河。此时，曹操的骑兵不足600，驻扎在延津南岸。为了引诱援军，他命令所有骑兵卸下马鞍，放开缰绳，并将辎重车辆杂乱地扔在路旁。不多时，文丑和刘备率领的5000骑兵先行渡过了黄河，其余大军则紧随其后。文丑和刘备的骑兵过河后，见到处都是曹军的辎重，纷纷上前开始抢夺，顿时乱作一团。这时，曹操突然下令发起攻击，徐晃等人翻身上马，立即向援军冲去。援军被打得措手不及，顿时大乱。混乱之中，主将文丑被杀，援军数千人被俘。在《三国演义》中，罗贯中将诛杀文丑的功劳归于关羽，美化了关羽的形象，但正史之中并无此记载。文丑是在乱军之中被斩杀的。之后，曹操主动撤军，继续扼守官渡。他上奏汉献帝，封关羽为汉寿亭侯。可这时，关羽已经得知刘备就在自己的对面，投靠了袁绍，于是他挂印封金，离开曹操，去找刘备去了。那么，在之后的战役中，曹操和袁绍分别使用什么战术？官渡之战的最终结局是怎样的呢？我们下期接着讲述。